这几天，中国青岛的哈佛女孩蒋雨蓉正处在一场舆论的风暴之中。5月29日，她作为研究生的代表，在哈佛大学的毕业礼上分享了自己从普通中学到英国高中、杜克大学，再到哈佛的求学经历，引发了关注。但是随后呢，有公众揭露其父亲为绿发会执行主任，母亲为律所的股东，而且呢，求学路上有绿发会高层推荐信助力，质疑其励志故事背后存在着暗箱操作。那么从昨天下午到今天啊，蒋雨蓉是发了数篇长文澄清。称未依赖父亲的关系入学，父母呢早年离异，靠母亲含辛茹苦和自身努力获得了如今的成就，并且表示绿发会呢确实是开了推荐信，但是未曾使用。不过这一回应啊似乎未能平息风波。网友指出，青岛56中是当地的重点中学，并非他口中的不好的学校。而且呢，根据蒋雨蓉提供的时间线来推算啊，25岁哈佛硕士毕业，而且本科毕业之后还工作了将近4年，就意味着其19岁本科就毕业了，逻辑难以自洽。此外，英国高中动辄100万人民币的学费和生活费，也并非其所说的普通家庭可以承受的。其实网友呢，并没有否定他的个人努力，他当然有权辩解，成绩和职业经历也证明他有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啊，他的解释过于强调了悲惨经历，忽略了海外留学的经济支持、国际义工的履历打造，这条路背后可能有的资源加持。此外，绿发会作为相关的主体，也有责任说明推荐信一事的来龙去脉，而不是高调的发文称其副理事长推荐蒋雨蓉入学，又在事件发酵之后呢，迅速的删除了相关的推文，躲躲闪闪的行动反而是更加的引发猜测。公众的质疑的背后呢，不过是对公平与真相最朴素的追求。蒋雨蓉声称要堂堂正正的发声，但是唯有经得起真相检验，才能够真正的堂堂正正。再或许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质疑，又为什么会发酵到今天的样子？蒋雨蓉哈佛毕业演讲引发轩然大波后，其微博回应态度强硬，坚称自己毫无过错，将舆论批评视为无缘无故的指责。这种理直气壮的姿态，与同类争议事件中的董小姐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4+4事件引爆舆论后，始终沉默避世，即便传闻远走美国，也未敢公开宣称自己无错，至少默认了行为的争议性。作为依靠推荐信和父亲关系进入哈佛的受益者，蒋雨蓉将这一切归功于做志愿者应得的回报，似乎认为短短数日的志愿经历足以匹配世界顶尖学府的入场券。这种认知偏差位于其长期养尊处优的成长环境，大学前200万的学杂费投入，远超普通家庭甚至中产阶层的承受能力，使其彻底脱离真实社会，丧失了基本的舆论敏感度。所谓校园霸凌的悲惨经历，在这般蜜罐人生背景下，更像是精心编排的叙事。其履历中的疑点更引人深究。2019年7月，尚未入读杜克大学时，便是 F1 签证在瑞信美国分部全职工作。要知道 F1 签证明令禁止全职工作，即便留学生兼职打工也多是底层零工。能在瑞信这类大企业通过签证审核全职任职，其中猫腻实在耐人寻味。更令人不适的是其身份认知的摇摆。2020年黑命贵运动期间，他在公众号发文，作为华裔，我为什么不喊 All Lives Matter， 宣扬亚裔精英应让渡资源给黑人的白左理念。彼时华裔的自我定位清晰明确，可当哈佛演讲引发争议后，他却在微博反复强调自己是中国人，呼吁中国人支持中国人，出事前是华裔，出事后变中国人。这般投机取巧的身份切换，绝非认知偏差，更像是精英阶层的要慢算计，打心底里是普通民众为泥腿子，认为自己理应被服从。这场争议撕开的不仅是个体的价值观扭曲，更暴露了特权阶层与大众认知的巨大鸿沟。当精英们在蜜罐中长成巨婴，连基本的是非边界都变得模糊。或许真如网友所言，有些人确实不能吃太饱。跟乡亲们聊个刚刚出炉的热乎的乐子啊！最近2天呢，一个名叫蒋雨蓉的哈佛学生的毕业演讲，忽然呢就在互联网上火起来。然后今天早上呢，我发现这个蒋雨蓉小朋友呢，在小破站上开了号，之前在网上被热炒的那个视频呢，也被这个账号直接发布出来了。那标题就是哈佛校史第1位中国女毕业生代表演讲全场泪崩啊！那由于这几天呢，这个视频在各大中文互联网平台上火得很莫名其妙，有不少乡亲们呢都很好奇这个孩子到底是谁，所以呢，就有一些乡亲们去扒了一下这个孩子的背景。那据说呢，这个孩子是一个名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长期志愿者，经过这个绿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的推荐呢，于2022年进入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学习。那其实我呢，对这个孩子的背景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呢，关于这个绿发会和这个孩子有什么关系啊？绿发会是个什么机构？今天呢，我就不跟乡亲们聊了。作为一个职业公关狗和老乐子人，对吧？
我今天呢就从专业公关层面，借着这个孩子的演讲的这个案例，跟乡亲们讲一下如何去做这个公开演讲，如何在公开演讲里面呢比较好的隐藏自己的这个算力缺陷，以及呢如何打造一个个人 IP。那首先虽然有不少乡亲们可能不爱听，但是呢我还是要非常诚恳的给乡亲们一个忠告，那就是如果你的算力不足尽量避免在公众场合开口说话。那在我们公关圈呢，有一句俗话叫做只要你不开口，就没人知道你是个傻叉。这个原理呢，在公关行业里面被广泛的应用在一些初创企业的 CEO 包装上面，用来掩盖一些初创企业的 CEO 的算力缺陷。那乡亲们都知道创业这个事儿呢，除了要依靠资源、技术和能力之外，最主要的一个成功的因素呢，就是时代发展的机遇，对吧？也就是所谓的运气。在创业比较活跃的时期呢，很多成功的创业公司被称为风口上的猪。这个意思呢，就是这家公司的创业阶段性成功，并不是依靠创业者的能力或者资源，而仅仅是因为呢运气比较好，进入了一个比较好的赛道或者比较好的行业。所以这个时候呢，创始人的能力上的缺陷和算力上的不足就被创业的成功掩盖掉了。但是如果你是这种创业企业的公关，那你就会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创业企业的创始人呢，会由于算力不足，往往把这种靠运气得来的成功呢，归因为自己的能力然后呢，他就在公众场合各种大放厥词，很多时候呢，就会给公司带来很多莫名其妙的麻烦。所以一些比较聪明的公关狗呢，这个时候就会尽量减少创始人公开露面的次数，对吧？如果实在没办法，那就严格要求创始人在公开场合发言的时候，按照稿子来，不接受任何直接的媒体采访。那靠着这种方式呢，当年有很多靠机遇起家的初创公司活了下来，或者说呢，活的时间稍微长了点。从客观上讲呢，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而且有执行标准的公关准则。那我讲这个乡亲们不爱听的话呢，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想要打击乡亲们的自信心我是想要告诉乡亲们，在站在公众面前，尤其是站在聚光灯下发表公开言论之前呢，乡亲们一定要对自己的算力有一个大概的评估，对吧？因为这个评估呢，决定了公众对你的第一印象。好，那我们回到蒋宇荣小朋友的这个演讲上面蒋宇荣小朋友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算力和表达能力。为什么呢？从他在小破站注册的这个账号名字，我们其实就能看出来，他的 ID 名字呢叫哈佛蒋宇荣。这个名字非常明显的体现出了小朋友对哈佛这个名头的认同和骄傲，并且认为呢，所有人都会因为这个名头而感觉到一种无来由的神圣感和高级感。这种把自己毕业学校的名字摆在自己名字前面的做法呢，是一种典型的皈依者狂热的表现。比如说什么北大才女某某某清华状元某某某之类的，对吧？通常只有算力不是很高，没有什么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会有这种皈依者狂热的表现。所以一般来说呢，这样的人通常他们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就是考进了什么什么大学。但是相比较这些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呢，哈佛大学它显然算不上什么个人能力上的证明，尤其是这个孩子进的呢，还是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那不了解哈佛大学的乡亲们可能不知道这个学院是干嘛的那我在这儿呢就给乡亲们做个小的科普。这个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又被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是美国顶尖的公共政策学院，被懂行的乡亲们呢称为美国的中央党校这个学院呢培养出了很多知名的校友，在全球政治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乡亲们现在看到美国政坛和美国政府里面的那些废物和整大活的秀相当一大部分都是这个学院养出来的。而这个学院呢，作为美国政治的培养皿，对吧？同时呢，它也招收大量的国际学生，培养这些国际学生对于美国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的政治体制，培养全球高级土质和达利特领班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个学院一般招收的呢都是全球官二代和富二代，而这些官二代和富二代呢，在从哈佛毕业之后，又能顶着哈佛的光环回到自己的国家子承父业，所以对于美国外交来讲，也是一个培养亲美势力的重要场所。所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呢，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看成是国际政治马戏团的培训班。除了极少数智商极高、对全球政治体制有深入理解的毕业生能从这个粪坑里面爬出来之外呢，绝大多数的毕业生出来之后都会变成美国政治体制的忠实拥趸那从这样一个学院毕业，讲道理它显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体面的事儿。
对吧？尤其是在今天，事实已经证明世界上最好的政治经济体制就是在中国。那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这个名头呢，它就格外显得小丑。但是很明显啊，这个叫蒋雨蓉的妹子呢，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还是在拿自己的皈依者狂热的这种眼光，大大咧咧的就把哈佛的名头摆出来了，对吧？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对自身能力没有合理评估的表现。从这个妹子注册的 ID 发出来的视频标题来看，我们其实也能看到这种症状。哈佛校史第一位中国女毕业生代表演讲全场泪崩。从这个标题里面呢，乡亲们很容易就能看得出来，这位小朋友对哈佛的崇拜和狂热，并且呢，他认为作为哈佛的毕业生代表讲话，对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对中国女性来说，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对吧？同时呢，他也没忘记在这个标题中凸显一下自己的表现，使用了全场泪崩这样夸张的修辞手法，来体现自己演讲的内容是如何打动这个马戏团的。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小朋友是如何让全场泪崩的。这个蒋雨蓉小朋友呢，在穿着一身莫名其妙的盔甲登台之后，先启动了一个大概12秒左右的前摇，对吧？攒了一波 buff， 然后呢，然后他讲了一个笑话，说去年夏天他在蒙古实习的时候来自同班的一个印度憨皮和一个泰国憨皮，因为不会用中国产的洗衣机，所以不得已呢打电话过来问他洗衣机到底该咋用。导致出现这个尴尬场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 Google 翻译的这个憨皮把一个大按钮翻译成了旋转魔鬼模式。乡亲们注意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式的开场。通常来说呢，美国的政商界精英在发表一些正式的演讲之前呢，都要用一个较为轻松的话题作为开场白。那这个呢，就说明在形式主义层面，蒋雨蓉小朋友呢，他已经深得美国教育的精髓了，对吧？已经是美国精英的一部分了。我知道蒋雨蓉小朋友呢是想通过这个笑话引出全球人类共同体话题，同时呢也想蹭一下中国商品统治世界的这个热度。但是很明显呢，这个笑话讲的确实是有点尴尬的，因为这个笑话你说出来，它至少表现出了以下几个尴尬的事实：第一，他的同学不太会用洗衣机，或者呢可能是压根就没用过洗衣机；第二，他的同学只会用 Google 翻译；第三，特意点出印度和泰国的名字，有非常明显的种族歧视的嫌疑。第四，这样的一群憨皮都在哈佛上大学。那我不知道在场的憨皮们为什么会鼓掌啊？但是如果我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院长，我肯定当场我就痛哭流涕了，好吧？这孩子他妈的是来黑我的，早知道我就先审稿子了。那在长达10几秒的鼓掌之后呢，小朋友继续说，这个事儿让他想起了他从小一直坚信的一件事，那就是这个世界早晚都会变成一个地球村，对吧？人类的饥荒和贫困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这一代终结。说实话，我虽然有点理解不了为啥2个双手不沾阳春水的外地上流社会憨皮不会用洗衣机的这个笑话会让这个孩子觉得地球村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了，但是至少从他的立场上，他确实有资格这么联想，对吧？但是呢，直接从这个笑话跳转到人类的饥荒和贫困问题都能在他们这一代终结，这个思维跨度显然还是有点大了，好吧？这个莫名其妙的转折传达出了另外几个尴尬的信息，那就是站在他的立场上，地球村呢已经实现了，对吧？不应该有人从来没去过蒙古，从来没去过美国，从来没去过坦桑尼亚，完全没有考虑过那些一辈子都没有出过田纳西的红脖子们的感受。另外呢，就是这个孩子明显对饥荒和贫困没有任何理解，认为我解决了饥饿和贫困的问题，所以饥饿和贫困的问题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不知道谁去解决的，但是呢，它总归会在我们这一代被解决。有一说一啊，这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教育水平可见一斑，好吧？因为他接下来的一句呢，就是我在哈佛的主修项目是国际发展学，然后呢，他还非常骄傲地挥了挥手啊。我猜测小朋友呢可能是在向自己的同班同学和老师们挥手致意，但是说真的，如果我是他的导师，我肯定当场就走人了，好吧？这样一个思维逻辑和表达能力的学生，对我来讲，这就是我教育事业的一个污点。那又是10几秒尴尬的鼓掌之后呢，这个小朋友继续说这一切都是基于一个美丽的愿望，人类的命运是绑定在一起的。当我与来自32个国家的77个二代目相遇在哈佛大学，有些国家我之前只知道是地图上的色块，但是现在呢变成活生生的人，对吧？有欢笑，有梦想，还有在哈佛熬过寒冬的决心。孩子，我觉得并不是，好吧？
你和剩下的那77个二代目相遇在任何地方，都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很明显，他并没有理解拯救这个世界的重任呢，是无法交给这些连洗衣机都不会用的废物的。你们对这个世界的饥荒和贫困显然没有任何了解，甚至都不肯提一句流浪在洛杉矶街头的甜甜圈和领不到国际人道主义救济的加沙小朋友。你们只是单纯的活在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给你们打造的马戏团里面，而你们曾经面对过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哈佛的天气。你们接下来将会开启的只会是一段成人过家家的旅程，好吧，为全世界的乡亲们呢增加一点来自上流社会的笑料，仅此而已。但是很明显呢，这个孩子和台下的那77个废物显然也没有理解到这一点，好吧，热烈的鼓掌和尖叫让他们信心爆棚。这种场景呢，其实乡亲们经常能在微博里面看见，对吧，嗷一下子情绪就起来了，对吧，一个一个眼泪都哗哗的。那讲道理哈，站在公关的立场上，这个时候专业观众的重要性马上它就体现出来了，对吧？就比如说你看国内的综艺节目，每次镜头转到这个观众席，专业观众的表现力有一说一啊，那都是有讲究的，好吧？该嚎叫的时候就嚎叫，该痛哭的时候那眼泪都不考虑污水处理费的。但是很明显的，哈佛的学生在捧哏这个环节里面呢，他就很掉链子，对吧？完全没有展现出这个演讲的煽动性。那我也理解哈佛的学生呢可能更擅长站在台上，对吧？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是如此，那这个时候你作为导播，对吧，显然你就不该把这么掉链子的画面展示出来，对不对？一点职业素养都没有。这妹子接下来继续说我们跳舞欢庆彼此的传统节日，也并肩担负了彼此世界的重量，全世界的各种危机和挑战忽然变成了我们自己要去面对的。这个话呢不是不能说但是如果你是什么地球联邦政府的雇员，那我觉得呢问题其实是不大的。问题在于你作为一个学生，你所谓的这个面对的到底是啥问题呢？孩子说了，对吧？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有一个女人买不起卫生巾，这会让她感到贫穷。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女孩因为担心被骚扰而不敢去学校，这个呢也同样威胁到了她的尊严。如果一个小男孩在战争中死去，那不是他发起的战争，他甚至都从未理解战争，他的一部分也会随着这个小男孩一起死去。那有一说一这一段慷慨激昂的自述是我这辈子看过的所有公开演讲中最尴尬的一段表演，好吗？这个孩子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很明显没有经过任何专业指导，显得无比的做作和僵硬。那作为一个哈佛大学肯尼迪毕业生，作为一个被美国人培养出来，原本计划着要去向世界推广美国价值观的苗子，这个孩子显然没有学到美国政治精英的核心科目表演艺术，好吧？即便不考虑这段内容本身，单纯从表达来说，这种莫名其妙的快速情绪转换就非常失败。好，那我们再回到这句话的内容本身这段话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孩子呢看到了一些人的苦难，然后呢似乎这种看见就等于是面对了，对吧？除了感同身受之外，他半句话没提到他到底为这些孩子做啥。有没有给任何一个贫困的小女孩买一片卫生巾呢？有没有给任何一个被骚扰的小女孩安排转学或者安排保镖呢？有没有从战区救助任何一个小朋友呢？总之呢，就是除了实质性的帮助之外能给的呢我全都给了，好吧？感同身受。确实这个呢有一说一确实是地道的美国传统，好吧？孩子这4年哈佛大学没白上然后呢妹子继续说今天一个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世界正在让位于分裂、恐惧和冲突。我们开始觉得那些和我们有不同想法的人、不同政见的人或者不同信仰的人，无论他们是在大洋彼岸还是在我们身边，他们不仅仅是错的，我们甚至把他们当成是邪恶的这个呢就很明显的说明这个孩子已经被美国的政治环境洗脑了，好吧？认为美国人的政治环境呢是一个必然的状态。那作为一个学习国际发展的大学生，明显呢他对国际政治舆论环境没有任何了解，至少呢没有对中国的建政圈有任何的接触。因为如果他哪怕对中国的政治环境有任何了解，他就应该明白中国人可不是这么想的，对吧？中国人并不认为与我们想法不同的人是邪恶的，我们只是单纯的拿他们当笑话看。而所谓的对抗呢，也仅仅就是他们在粪坑里打滚的时候呢，我们为了防止被沾到脏东西而做出了一点保护的措施。蒋雨荣小朋友
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没有能结合中美的实际情况来学习，很明显就是丢掉了自己最大的学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那想来蒋宇荣同学呢，大概率也不会从比较中学到国际发展学的真谛。那小朋友到底在哈佛学到了什么呢？他说我从哈佛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不只是微积分和线性回归分析，而是学到了化疗。听别人说难受的时候呢，也不抬头。如果我们仍然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就要相信那些被我们当成敌人的人，他也是活生生的人呐，对吧？他们也有人性，就像我们身上的人性是一样的。最后，人类的进步不是因为互相攻击，而是因为相互合作。那实话说如果单纯的就是想学化疗，我觉得呢，哈佛大学的学费呢有点过高了，对吧？本质上，西方精英那一套嘴皮子功夫，你放在国内根本不用花几个钱，好吧？你买个手机，办个流量卡，打开微博，你连会员都不用办，每天你都能接受到全球最先进的化疗教育如果你还想拓展一下知识面，对吧？上有知乎 B 站，下有抖音快手贴吧，用不了半年，你耍嘴皮子的功夫就能碾压绝大多数的美国政客，好吧？如果你觉得你在哈佛学到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那只能说明你这几百万学费算是白花了，好吧？那最后呢，这个小姑娘说哈佛的同学们呢，如果你们觉得世界卡在了不会用洗衣机这种问题上面别忘了，当我们离开这个校园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整体。你会发现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呢有穷人，有富人，有城里人，有村里人，有本地人，有外地人，他们都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你可以不拿他们当自己人，但是呢，请拉着他们的手，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怜悯和关怀，因为不管怎样，我们都是人类这段话呢，明显感觉小姑娘是想在演讲的结尾再升华一下，但是乡亲们注意升华主题一定是要有个前提的，那就是一定要在升华之前明确自己的立场，所升华的部分是绝对不能脱离你的听众的，好吧？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如果单纯的是针对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这些二代目，你跟他们讲说我们面对社会底层的人的时候呢，至少要在表面上保持怜悯，对吧？这个呢问题是不大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讲话发到公众场合，对吧？那乡亲们就能感受到你浓浓的爹味儿了，对吧？因为在这段对话里面，关于他们和我们之间的这个差距，结合整个演讲的背景来说，实在呢是有些过于突兀了，好吧？很容易就能让乡亲们产生距离感。就比如说我现在和你说，虽然你的算力不是很高，但是呢，我作为一个未来的100万 UP 主，还是愿意挽救一下你的人生的。这个呢，它显然就非常不合适，对不对？因为毕竟呢，我也不是你爹。这个就是乡亲们需要注意的，公开演讲内容在传播渠道上面进行合理规划和控制的原因。那整体这个演讲看下来呢，从结果上讲，这是一个相当失败和尴尬的演讲，好吧？信息传达非常僵硬，语言逻辑混乱不清，没有展示出任何专业性。虽然视频标题写的是全场泪崩，但是整个视频从画面上能看到泪崩的，那其实只有这个小朋友自己。那另外呢，可能就是有一些围观的乡亲们可能也会笑得泪崩那从个人 IP 打造上来讲呢，这个视频显然是不合适作为个人打造自己 IP 的第一个公众印象的，因为这条视频对公众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算力不高、有明显的皈依者狂热症状的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那受到了美国白左的教育影响，染上了自我感动的认知障碍，对吧？最后呢，被输送到公众舆论环境中，尝试去污染环境的这么一个案例。那根据我对于中国舆论环境的理解呢，这个案例在中国的舆论场上是不会产生什么很大的波动的。即便他花了很多钱想要推动这个视频的传播，他也尝试在各个平台包装自己的人设，但是这个人设和他能为这个社会提供的价值之间的差距实在是有点太大了，他支撑不起一个有效信息源的角色，所以用不了几天，这个孩子呢就很快就会被网络忘记了。那我也看到于大钊老师呢，在看到这条视频之后，还想本着治病救人的心态呢，和这个孩子聊一下。我觉得于老师的这个责任心呢，其实是有点爆炸了，好吧？那我当然也不是说于老师这么做不对我只是单纯的觉得，
与其在这样一个算力不是很高的个体上浪费于老师宝贵的时间，于老师莫不如去多带一下普通乡亲们里面算力比较高的那一部分，让那些能想明白事儿的孩子们多接触一些有价值的道理。哪怕这些道理呢，现在一部分乡亲们还理解不了，但是就像这个孩子在自己的自我介绍里面说的，对吧？太过爱惜羽毛的沉默，把公共话语空间拱手让出，也是一种不作为。在泥里打滚，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哪怕多传给一个人，也是好的。